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山田优史医生所著的《最佳的晚年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生存意义决定人生；第二，为什么不同的人老化程度完全不同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生存意义决定人生。当有人问您，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会如何回答呢？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有所不同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因人而异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您是否曾经将这些重要的想法清楚地传达给您身边的人？一项美国研究指出，在生命临终阶段，有约70%的患者由于意识模糊等原因，失去了自主决策能力。这时，必须由家人或亲密的朋友代为做出治疗等关键决定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患者的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观就成为决定治疗方向的重要依据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的人会想，我现在身体很好，不需要考虑这些。确实，在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想象自己罹患重病或面临生命终结的情景。但请您试着具体的去思考一下，万一有一天，自己也像曾经离世的亲人那样，走到了人生的终点，会希望以怎样的方式度过呢？人的一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疾病可能突如其来，意外可能骤然发生，即便发生的概率不高，但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明天遇上重大变故。一旦出现突发情况，导致需要依赖呼吸机，或因中风失去意识无法沟通时，替您做出关键决定的人将是您的家人或信任的朋友。此时，他们只能根据平时对您的了解，揣测您的想法，而大多数情况下，做决定的多半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。为了让您的意愿得到尊重，可以提前做好2件事：与信任的家人或朋友沟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，例如，面对疾病或死亡时，您最看重什么？在医疗选择上，哪些是您不愿接受的？书写预先指示书。这是一份在失去判断能力时仍能表达个人意愿的法律文件，能够指导医疗团队按照您的意愿采取措施。如果你已表达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并完成了必要的准备，那么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也更有可能获得自己期望的治疗方式，避免因家人无法判断而接受了违背意愿的医疗处置。为死亡做准备，并不是悲观地看待生活，而是成熟坦然地面对人生的无常。唯有在清晰认识对我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之后，我们才能更有方向地活着，也能让最后的时光充满尊严与宁静。请大家记住，明确自己的价值观，找到人生的生存意义，并及早传达给重要的人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尽的责任。日本一项研究实际采访了医护人员、患者以及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，并对他们的回答进行了整理分析。从患者和遗属的角度，总结出了理想告别应具备的6个要素：1、没有痛苦或其他症状的折磨；2、有明确的治疗方针；3、对临终和身后事有充分准备；4、能与重要的人共度时光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；5、能够继续为他人做出贡献；6、不仅仅作为患者存在，而是作为完整的人被尊重。这些要素中，有哪些也契合您心中所认为的理想告别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医生的回答更倾向于症状管理与减轻痛苦，而鲜少提及精神层面的满足与人际关系。这并不难理解，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，而患者与家属更关注的是如何有尊严、有意义地走完最后一段路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不能将生死抉择全部交给医疗团队，患者与家属自身的沟通与表达才是关键。不要等到太晚，才开始讨论人生的终点。许多人因为自己目前还健康，就会下意识地回避死亡这一话题。但生命中的重大决定，往往是在来不及准备的时候发生的。我们不妨与家人早些开始对话，探讨以下问题：面对疾病和临终，您最希望坚持什么？是延长生命，
还是保有尊严？如果必须放弃其中一个，您更倾向于哪一个？这些讨论并不是咒自己，而是为了活得更有方向，走得更有底气。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选择。生死面前，每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。有的人希望安详地离开，有的人希望尽可能治疗，有的人想与家人共享最后的时光，有的人希望把握最后的工作机会。作者曾分享一位癌症患者的故事：回顾我这一生，都是在工作，妻子当然重要，但我一直全心全意地守护公司。如果可能，我希望继续工作到最后一刻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事。妻子听后点点头，尊重他的选择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怎么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？应该多陪陪家人才对。但正如作者强调的，没有对错，只有是否符合自己人生价值观的选择。找到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事，在真正面对重大选择时，最可靠的判断依据，就是您心中那个清楚的声音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是支撑一个人做出艰难决定的力量。生存意义可以超越科学逻辑。举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，一位种烟草的农民曾对医生说：“烟草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没有它我活不下去。我知道它对身体不好，但这就是我的人生。”作为医生，作者深知吸烟的危害，也见过许多后悔的患者，但在那一刻，他选择尊重那位农民的心声。有时候，即使某种选择在科学上被判定为有害，但若它承载了一个人的记忆、尊严与价值，那它就是有意义的。生存意义还能带来健康益处。研究显示，拥有生存意义不仅能丰富人生，甚至对健康和寿命都有正向影响。例如，日本一项对近2000位老年人的长期追踪研究表明，有兴趣爱好与明确生存意义的老人，其死亡率明显较低，且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更强。这再次验证，生存意义不只是哲学话题，更是生命力的来源。请问，对您而言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内阁府曾对日本60岁以上的人群做过一项调查，67.4%的人表示多少感受到生存意义，仅有1.7%的人完全没有感受到。他们感受到生存意义的瞬间，多与以下因素有关：与家人共度的时光，美食带来的喜悦，爱好带来的满足。那么，您的生存意义是什么？陪伴家人，享受每一顿饭，继续学习，旅行，传承精神，完成未竟之梦。您可以先比较一下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，自己的兴趣时间，工作或学习的投入时间，然后为他们排除优先顺序。你会逐渐发现，什么才是您此生最重要的事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为什么不同的人老化程度完全不同？衰老并不等于老化，有些人即使年过100岁，看起来依旧像70多岁，而有些人却在70岁时显得格外衰老。那么这种差异从何而来？许多人可能会认为，这完全是基因决定的。确实，遗传因素对衰老有一定影响。有些人生活习惯不健康，却依然能活到100岁以上，甚至还很健康。但研究表明，遗传因素对衰老的影响大约只占25%。那么剩下的75%来自哪里呢？一项在美国进行的大型研究提供了部分答案。这项研究追踪了16777名平均年龄为85岁的老年人，时间长达14年，观察他们身体功能和认知功能的变化。结果发现，虽然大多数人的身体机能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，但仍有大约5%的参与者891人在此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功能状态。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特征：较少患病，心血管风险因素较低。所谓心血管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血脂异常、吸烟和肥胖等。研究进一步指出，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和肥胖的人，其衰老速度普遍较快。英国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。
观察约6000名参与者，持续时间7年。结果显示，30岁至50岁之间的经济状况对老年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。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更容易保持年轻状态。在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人群之间，老化速度存在明显差异。这个结果虽令人遗憾，却反映出一个现实：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能获得更高生活品质、更优质医疗资源，也更容易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这些优势的积累，最终影响了老化的速度。不过，也不必因此感到沮丧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社会结构，但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习惯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尤其是在30至50岁这个身体变化尚不明显的阶段，更要积极累积健康资本，为老年打下基础。不要因为还年轻而忽视健康。现在的选择，决定未来的自己。本书最强调的健康习惯就是运动。我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，但它究竟能带来哪些具体好处呢？首先，从预防疾病的角度来看，运动可以降低肥胖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风险，还可以显著降低至少8种癌症的发病率，包括肺癌、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。相比之下，久坐生活方式则与多种疾病风险增加有关。研究显示，无论是否有运动习惯，久坐时间越长，癌症风险越高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。此外，运动还能显著改善身体机能、认知功能、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品质。为什么运动习惯难以坚持呢？一个常见原因是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许多人因此感到动力不足。但请记住，哪怕是很少的运动，也比完全不运动要好得多。一项在英国进行的大规模研究追踪了63000多名40岁以上人群，结果发现，即使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，或只在周末进行运动，只要总时长达到150分钟，其死亡风险也显著降低了60%至70%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平时很忙，只要周末规律的运动，就能带来明显益处。另一项研究显示，每天的步数越多，死亡风险越低。即使只是从每天2000步增加到4000步，健康效果也明显改善。而步数增加到6000步、10000步时，风险进一步下降。虽然超过某一阈值后效果趋于平稳，但结论很明确，哪怕只是每天多走一点，也对健康有益。运动要适量，避免过度。当然，运动虽然好，但也不能盲目追求越多越好。一项针对66万人、跨度长达14年的美国研究显示，每周运动总时长在450至750分钟的人群，其死亡风险最低。而当每周运动时间超过1500分钟时，反而死亡风险开始上升。也就是说，适度运动，如每天慢跑或游泳40至50分钟是最理想的。而每天运动超过100分钟时，其健康益处将逐渐减弱，甚至带来心律不齐、心肌梗塞等风险。那么哪种运动最好呢？目前尚无定论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选自己喜欢、能够坚持的运动最重要。无论是快走、游泳、瑜伽，还是跳舞、骑自行车，只要能持续进行，就会产生良好影响。建议从任何一种简单的运动开始，逐渐养成习惯。一旦形成运动习惯，它会像刷牙洗脸一样自然。如果您不知道该从哪开始，我推荐一个简单方式：清晨在阳光下散步。这不仅是一种运动，还能帮助调节生物钟，开启清爽的一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